水瓶座12月呢，成也人，败也人啊。先说好消息，如果你想要出名出圈，在一些团体里面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这次水逆和火逆呢，是能够帮到这批水瓶的，是能够火一把。但是呢，我不能确保一定是那种好的出名，毕竟行星是在逆行嘛。因此呢，如果你是很在乎名誉口碑的水瓶座，12月也要当心人。可能呢，大家会对你褒贬不一啊，你们此时跟各种人接触打交道的一个频率会变多，或者说机会变多，那意味着你们就容易中招，比如说被传染啊，或者是招惹到人，卷入一些口舌是非，连带责任啊，包括跟这种伴侣、身边人以及路人、网友等等。其实从11月末10天水逆的影响就已经开始了，那12月人带给水瓶座的工作生活的影响就会更明显。工作读书方面呢，水瓶可能会接手他人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他人团体的这种项目当中去，也可能有这种团队的切换、人事的变更，或者你本月需要对接不同的人，跟很多人说话沟通，线上线下都有可能啊。那生活当中呢，也蛮容易被朋友、他人需要去帮忙啦、撑场面啊，做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12月受到水逆火逆的影响，所以呢，就可能遇到不是那么顺利，或者是碰到不那么好说话、好搞定的对象，也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呢，水瓶要注意甄别，就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事情，它靠不靠谱，它带给自己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自己会不会被连累。因为水瓶可能你以为你自己被叫去参与这个项目是很荣幸的，但是其实是水瓶你撑起了这个项目，你给这个项目增光添网，带去了亮点、创意、话题，甚至是流量。所以呢，水瓶你才是核心，你很重要，你不去可能他们都有搞不成、搞不好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它给搞反了。可以说水瓶12月面对的不是职场或者是生活，而是江湖。江湖的规矩和江湖的险恶，你们都需要铭记。工作读书来说呢，这个时候其实蛮适合自学、自己研究钻研，也适合创业啊。一个人就能够代表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觉。如果读书这个时候找人辅导，包括找教练，可能教自己运动啊，以及跟人合作啊，就指望他人和团队带给自己一些好处，这个时候可能会失望，或者是效果比较一般。也可能你容易遇到那种比较凶的老师啊，有点颐指气使的，其实这个人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那12月呢，水瓶在工作当中不要太懂人情世故，不要太看重现实的这种利益回报，只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就是自己能否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去展示出来，能否很好的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原则就可以了。水瓶座是一定12月有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机会的，就你身上的一切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被放大，有一点话题中心的感觉，就说什么好像都会带到你。那整体呢，水瓶12月要听自己的话，注意甄别别人的话，勿盲目的听从随大流，多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可能会受到别样的一个青睐啊。也就是你越有自己的一个立场风格，反而越能够被人看得起、被尊重、爱惜。那爱情方面呢，单身的水瓶桃花当然是很旺的，因为社交机会变多了嘛。但是呢，本月适合去撒网、去结交、去接触，不适宜确立恋爱关系。那有伴侣的水瓶呢，彼此的一个行程这个时候交集是蛮多的，可能会一起出席什么场合，也比较容易和他人一起啊，也就是除了你们俩还有别人，大家一起讨论啦、吃饭啊、开会啊、聊天啊等等。当然受到水逆影响也是容易和伴侣意见不合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他人对你们的这个关系有所讨论和非议也是有可能的。水逆期间呢，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还有就是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破财、受伤、健康等等方面，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那财运方面呢，水瓶也是容易在身边人的影响下，可能多一些花销，或者不是你花，是你的伴侣啊、你的朋友啊、周围人他花了不少，然后连带到你了。那美容调整呢，其实水瓶算是仅一个12月能够去做一些调整的星座，只是说可能有一点点被引导着，甚至忽悠着去做，效果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付出，比如说你要连续买很多次去做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这个方面注意一点。那祝所有的水瓶座12月做自己，有个性，受青睐，出好名好运。天秤12月也是外出运、社交活动运以及表演运、子女桃花运很旺，那正好呢赶上了火逆和水逆，所以除了这些方面的活动它会变得频繁、变得红火，或者是话题度比较高以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在上述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和困扰，比如说你近期的这个行程很赶，每天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或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堵车啦、航班的延误啦，还有这种快递丢了呀，跟这种交通啊、车子啊、行程啊、物流啊、电子产品有关的一些事情，还有跟沟通有关的事，比如说遇到吵架，或者是天秤自己跟别人说话有些不顺、不舒服，以及就是跟一些规则有关，可能让天秤恼火，也可能是别人觉得天秤你很不按照规矩来。水逆呢是从11月26日正式开始的，但是水逆的影响在11月末10天就已经存在了。那火星呢是12月7日开始逆行，火逆的影响呢是从12月初开始。简单来说呢，整个12月人际关系以及团体规则仍然是跟11月一样，是天秤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点。当然健康也是啊，毕竟水逆都容易体质变得敏感，但是天秤基本这次都是小毛病，比如说感冒啦、
啦、支气管啊、手脚一些小伤等等这种，你们在健康方面呢，其实不是水逆的重灾星座，你们更多的水逆影响是体现在交通啊，像这种人际关系等等其他水逆的方面啊，因为你们12月至少会有一个方面就是很亮眼、很突出，或者是你非常高调啊，就算你说我一直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啊，就是会觉得说你们比以前还爱炫、还爱表现，或者说你比以前好像更厉害了，就会有人看你们不爽，就说你们一些小话。而且很逗的是，因为星体位置的一个缘故啊，这些话都会传到天秤的耳朵里面，就是说他不是背地里说说就好了，你们是会知道的。那知道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矛盾嘛，就会有一些心结，或者说话这种传来传去的那种。因此呢，12月天秤工作生活里面好消息是你容易有这种可以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比如面试啊、比赛啊、演出啊，一般你都能够发挥得很出色，或者是天秤可以展示自己的一些方案啊、项目啊、成品。那挑战的地方或者说困难点呢，也就是在于说你们太出色了，所以呢，在团体活动、团体工作，还有一些笔试方面，这些就相对就弱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任务啊是以个人为主的，那这批天秤呢，可以在12月让人感觉很优异啊，艳压各方，很有个人的风格特点，有你自己的一些时尚感，大家都夸你好漂亮啊、好棒啊，是不太能够被别人超越的。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涉及到跟他人的对接、交接，或者是多人的合作参与，或者是需要天秤去匹配某一些岗位啊、某一些职责啊，也可能涉及到这种笔头文字类的一些东西，像这种呢，天秤就容易因为水逆和火逆而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甚至容易有一些人际是非啊。比如说明明你表现的是很好的，大家也都很认可，但是后面呢就是没有录用你，可能这个原因恰恰就是出在你过度好了，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他人可能就会担心天秤你是否能够很好的融入团体里面，或者是天秤你自己也不是太愿意去当一个配角，所以呢一碰到团体这种天秤的待遇各方面就会差别比较大，这点需要注意啊。那如果你是本月有这种面试、面谈，或者说你很想加入到某一个集体活动的天秤，那就需要表现出我虽然是很强很不同的，但是如果需要我配合，我也是可以融入的很好的。那这样的话会让这批天秤呢工作生活更顺利一些。如果没有太重要的团体活动的天秤，那12月呢可以重心放在自己个人的吃喝玩乐，还有一些休闲活动上，就你怎么开心怎么来。集体活动和社交呢，你就不要期望太高或者是太强求，反而呢你能开心些度过这次水逆。读书方面呢，这次水逆对于天秤很好的影响是能够让你们重拾一些旧的知识、旧的兴趣，可能会把之前书翻出来看看啊，或者又会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答题和学知方面呢，12月天秤都应该更大胆、冒险、创新一些，你们此时就很有可能会学了就能用上，或者是学了就跟别人讲，这会促使天秤进步可以更快，可以试着去颠覆过去的自己啊，过去的一些学知的模式和体系。那财运方面呢，本月容易在这种交通啊、差旅啊、车子啊、电子产品啊、手续费啊、流程费啊、物流费啊等等方面花财，以及呢因为某一些优惠之类的东西而买入不必要的东西啊，要警惕这种消费陷阱。爱情来看呢，天秤本月的桃花运、人际运是非常旺的，既有机会跟这种老同学啊、老邻居啊、朋友啊、兄弟姐妹叙旧，也有机会和这种新人啊、网友啊、陌生人去聊，很吃得开啊。虽然不适合确立关系啊，但是可以享受当下这种比较浪漫、轻松的一些氛围，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子女的天秤的孩子可能也是这个月有一些喜事，或者是很给你们长脸啊，甚至给你们带来这种幸运啊，或者让你们挺开心的。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啊，等一等会更好。那祝所有的天秤座12月人生海海不过尔，活出本色，不负我心，好运。双子座12月换工作、换岗、调岗、跨界转型、更换城市、更换未来方向的运是很旺的，你们可能会琢磨新的出路，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在考虑，包括在事业当中或者是感情当中。所以呢，双子12月桃花呢，它是新人或者是刚认识不久的人的概率比较大。有伴侣的双子呢，双方的关系也相对容易受到他人的这种打扰啊，或者是参与当中。当然也可能是你去参与到别人的感情里面，比如说双子去劝架啦，去帮忙吵架，或者说你参与别人的一些婚礼啊等等之类的。总之呢，因为水逆了嘛，11月26日双子的这颗守护星水星就开始逆行了，所以11月末这10天开始到12月，双子可能就容易有这种口舌啊、吵架啊、冲突啊等等，跟这种人际对话、沟通、写作、交通运输、健康等等方面的一些困扰。那这个水星会在12月16日恢复顺行，也就是说双子12月下旬的沟通表达会比上旬要顺畅，读书考试背诵的记忆力呢也是下旬的运更好，也有缘分跟这种书籍啊、哲学、心理学、人生成长等等方面靠得比较近，智慧会有这种开启，或者说你会变得豁达通透。工作学知来说呢，12月好的地方是新鲜刺激的地方比较多啊，可能会接触或者是学到没怎么了解过的一些人事物啊，就相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双子，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有准备的临时可能用不上，总有超出你计划外的状况，或者有些人就不按照你的方式来，有的也会遇到人事的变更就换人了那你因为你没有提前准备，所以呢你就会有些头疼和措手不及，因为需要临场发挥，也可能会遇到那种反水啊变卦的一些情况。那这就需要双子开启智慧的小脑袋，多用一些技巧去
去应对。总之呢，这个月是挺需要双子察言观色去考验你们情商的一个时间，也可以说就是你要学会干活，这时懂得参透人际关系或者领悟到一些知识考题背后的一些真谛和考试的逻辑呢，比卖力干活、卖力答题本身对双子要更重要。爱情和人际方面，双子12月适合亲远疏近，意思是一些近距离的关系要离得远一点，比如说朋友、同学、兄弟姐妹、伴侣，或者说爱哥妹的对象啊，这种要保持一定距离，可能会让双子更舒心一些，也许也会对应到他们容易给双子带来一些麻烦。那受水逆影响的双子也比较容易在11月下旬到12月感情面临一种分手或者是关系的生变，而相对远一点的关系或者是非现实当中的关系，偏精神层面的关系，反而双子这个时候可以放心一点，靠近一点去接触聊天，无需有负担。单身的话呢，12月其实比较难以专心在一段关系当中，容易挑剔或者是感觉到不是太满足，不太能够去确立稳定的关系。同时呢，因为双子12月外出运很旺，所以你们出去也是比较容易结交人的。那另外这个时候外出啊，交通方面也要注意。财运方面呢，双子容易在车子、电子产品类方面有花销。如果有想要买车、买电子产品想法的双子呢，12月不是一个好时机，毕竟此时水逆火逆容易破财，可以等到明年开春火星恢复顺行之后再行动会更有利。美容健康方面呢，健康本身就是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重点嘛。那双子尤其要注意一下呼吸道、支气管、肺这种发炎上火，还有这种内分泌、冒痘痘啊这种，还有肌肉骨骼的这种酸疼，比如说腰背的疼、手脚的外伤等等。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肯定都是不适合的，等过了水逆火逆再说会更好。那就祝所有的双子座12月摆脱纷扰，虽置身尘世，但超然物外，好运啦！